今天我们要谈谈一个许多人都不知道的秘密，年过60岁的长辈搭飞机其实拥有8大隐藏权益。航空公司通常不会主动告诉您这些好处，但只要您知道并善加利用，下次出国不但可以省下一大笔钱，旅途也会变得更加舒适、安全。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套专为银发族设计的飞行隐藏特权，就像游戏里的秘技一样，可以让您出行更轻松。您是否愿意尝试？今天就让我们逐一揭开这8项航空公司打死也不说的秘密权益，让每一位长辈朋友都能聪明飞行，不再多花冤枉钱。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看一个小场景。65岁的王伯伯退休后存了一笔旅游基金，计划和老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然而，每当想到机场漫长的排队、繁重的行李和飞机上可能遇到的不适，王伯伯就迟迟不敢订票，甚至考虑花更多钱跟团，以为只有人搀扶才能安心出门。其实，如果王伯伯提前知道航空公司为长者准备的诸多便利服务，他完全可以自己轻松出游，既省钱又自在。可见资讯不透明，让许多银发族旅客默默吃了亏。那么现在，我们就当一回王伯伯的旅游顾问，带大家一路了解飞机旅途的每个步骤中，60岁以上乘客究竟拥有哪些不说可惜的权益。首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每次订机票时，您是否都有额外付费选座位？许多长辈朋友为了坐得舒服，不惜花钱预选靠走道、靠窗或前排座位。但其实第一项隐藏权益就是免费或折扣选位。很多航空公司对于60岁以上旅客提供免收选位费用或选座折扣，也就是说，年长乘客有机会不用额外付钱就能挑选自己喜欢的位置。航空公司不会主动提醒您，但如果您在订票时多问一句，请教航空公司是否提供长者免费选位的福利，有些航空公司的客服或地勤人员就会帮您把选位费用免掉。即使没有明文的长者选位优惠，您在柜台办理登机时也一定要提出您的需求。如果行动不便，可以要求靠走道座位。若膝盖不好，需要伸展空间，可以询问是否有前排或紧急出口附近的座位。紧急出口排的座位要求乘客有协助他人逃生的能力，长者是否适合需视状况评估。通常情况下，地勤都很乐意为银发族调整座位安排，尤其在班机尚未客满时，甚至可能帮您安排到整排空位，让您能躺平休息呢。曾有旅客分享，他的母亲因腿脚不便，在登机口向空姐说明后，空姐悄悄让他换到前排靠窗的位置，不仅上厕所方便，看风景心情也好。这趟飞行令他直呼舒畅。反观有些不知情的长辈，花了几十块美金买腿部空间座位，或是默默被分配到机尾夹在中间，坐得腰酸背痛，整路怨声载道。想想看，同样的航班，有人免费升级了舒适，有人却花钱买了罪受，差别就在于是否了解并善用这项选位权益。所以下次订票时，一定要记住，免费选座，小问就有，善于开口询问，您的旅程就成功了一半，解决了座位的问题。再来看看第2项隐藏权益，优先登机与行李协助。年纪大了，站着排长队实在吃不消，提着重行李更是辛苦。其实各大航空公司对于行动较慢或需要协助的长者都有提供优先服务的安排，这里包含2部分，一是值机与安检通关的优先，二是登机时的优先。很多机场在出发大厅设有特殊旅客专柜，65岁以上长者通常可以在该柜台快速办理登机手续，不必和年轻人一起排长队。如果您抵达机场时没有看到明显标示，不妨主动询问服务人员并出示证件，表明您符合长者资格，他们多半会热心引导您走优先通道。接着到了登机口，登机时广播常常会说现在邀请需要协助的旅客先登机，您或您的家人千万不要客气，60岁以上的长者都可以算是需要协助的对象，完全可以从容走到前面，提前登机，提前上飞机。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您可以慢慢走，稳稳当当的穿过登机桥，不用被后面年轻乘客推挤催促。其次，上机后您有充裕时间安顿行李和就座，空服员也能主动帮忙将您的随身行李举高放进行李箱。别小看这点协助，对许多腰椎不好的长者来说，
自己抬举行李其实颇危险，不慎拉伤筋骨就糟糕了。所以提前登机等于获得机组人员专属的帮助，安全又省力。有些航空公司还会在登机门口或廊桥旁准备轮椅或电动车服务。如果您腿脚不便，只要提前向航空公司申请，到了机场就会有专人推轮椅接送，协助您通过安检、边检等繁琐程序，一路护送您到机舱座位上。即使您没有预先申请，临时觉得走不动了，也可以现场提出请求，航空公司也会尽量调度设备来帮您。除了人员协助，行李方面也有贴心安排。托运行李如果很重，请在报到时主动请求协助，地勤一定乐意帮您把行李抬上输送带，甚至可能在您的行李贴上 Heavy 重物标签，好提醒目的地搬运人员小心处理，避免粗暴抛掷。许多机场对长者也提供了一些额外照顾，例如免费行李推车、优先安检通道等，确保长者不需要和人潮一起拥挤，耗费体力。善用这些优先登机含行李协助权益，您会发现机场繁琐的流程其实可以变得顺畅许多，再也不用大排长龙排到腰酸背痛，旅行的第一步就能轻轻松松的开展。谈完了座位和登机，我们来看看第三项。隐藏权益是医疗协助与健康服务。随着年龄增长，健康状况成了长途旅行中最大的变数。不少长辈担心，万一在飞机上身体不适怎么办？其实航空公司早有准备。首先，如果您在地面就感到身体不舒服，登机前可以先向地勤或机场的医护站求助。许多国际机场都有医疗中心或急救站，可以立即提供简单的检查或协助。必要时，航空公司也会因应您的状况协调您更改行程。毕竟您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一旦您已经在飞机上，别担心，空中也有医护人员守护您。空服员受过专业急救训练，机上备有急救箱、氧气瓶，甚至去颤器等医疗设备。如果您感到头晕、胸闷或需要常用药品，不要不好意思，立刻按服务铃通知空服员，他们可以帮您量血压、吸氧气，找到晕机药或胃药给您服用。若情况严重，空服员还可以通过广播寻找机上有无医生协助，甚至提前通知下个降落机场安排医护人员待命。航空公司不会张扬这些服务，是怕引起不必要的紧张，但其实每一班飞机上都备有完善的空中医护措施，就是为了保障乘客健康。对于需要携带药品或特殊医疗设备的长者，也有一些隐藏权益可以利用。例如，糖尿病患者需要携带胰岛素等液体药品，过安检时可以出示医生证明，超出液体限制的药物是允许携带的，不会被没收丢弃。又或者您的药品需要冷藏，登机后可以请空服员帮忙放进机上的冷藏箱保存。有些需要氧气的乘客可以事先联系航空公司安排供氧服务，是航空公司规定可能需要额外付费或医生证明。还有，如果您年纪更长，独自出行觉得不安心，部分航空公司提供像照顾小孩一样的无陪老人服务，会有专人在出发地一路护送您到达目的地，转机、通关全程都有专人引导搀扶，直到将您交给接机的家人。这类服务通常需要在订票或起飞前提前申请，但知道有这样的选项，长者旅途就多了一份保障。最后也建议您，如果要出远门，可以考虑购买一份旅游保险，以备紧急时提供医疗资源和费用补偿。总而言之，60岁以上的银发族在飞行中遇到任何身体不适或健康需求，千万别忘了您有权要求医疗协助。航空公司宁可多花点人力物力，也要确保您的旅途平安。毕竟您的安全就是他们的责任，也是评估他们服务是否周到的重要指标。说到这里，您可能会问，有没有什么权益能直接帮我们省钱呢？当然有。第4项隐藏权益就是各种敬老优惠和票价折扣。一般人以为搭飞机没有老年折扣，但事实上，一些航空公司和旅行平台针对60岁以上乘客确实提供隐藏版的优惠票价，只是这些优惠通常不会昭告天下，而是埋在网站的角落，或需要您主动询问才能得知。例如，某些国内航空公司推出了敬老权益卡或银发族专属会员，长辈乘客办理之后，购买机票可以享受9折、
8折甚至更低的折扣，还可能获得额外里程累积奖励。以国航为例，曾经发行过专为60岁以上旅客设计的敬老卡，持卡人不但买国内机票有优惠，还享有优先值机、免费选座等权益。南方航空也曾在旅游淡季推出畅游中国长者专案，提供特定航线的折扣票。东航则为老年旅客提供全方位保障服务，包含我们刚提到的优先值机、登机协助、特殊餐食等等。在国外，也有航空公司保留长者优惠票的传统。例如，美国某些航空公司的订票系统中，如果将乘客类型选为65岁以上，个别航线会出现比较低的票价。越南有些航空对本国60岁以上乘客提供机票85折左右的优惠，只要购票时出示身份证明就能享有。遗憾的是，这些资讯通常埋藏在官网票价规则中，或者只有特定宣传期才发布公告。如果您不特别留意，就很容易错过。一位飞行多年的空服员透露，很多长辈每次订票都默默当了冤大头，花了全额票价却没用到应得的折扣。现在您知道了，这个秘密就应该灵活运用。订票前，请上航空公司官网或打客服电话询问长者优惠，或请教值得信赖的旅行社是否有银发族专案。只要肯问，您很可能为自己争取到一张折扣机票，省下的钱可以多安排几次旅游，或者升级旅游体验。航空公司之所以不愿主动宣传，就是怕人人都来抢便宜票，影响收入。但别忘了，这本来就是专门为您这个年龄层设计的福利，不用白不用。精明的银发族旅客理当把每一分权益都运用起来，用最少的钱看最大的世界。接下来聊聊在机场等待的时间。许多长者对转机等待或航班延误最感头痛，坐在硬邦邦的椅子上腰酸背痛，时间又难打发。但其实贵宾室与舒适候机服务是第5项隐藏权益。您可能以为贵宾室只有商务舱旅客或常旅客才能进，和经济舱乘客无缘。然而，有些航空公司和机场出于对长者的关怀，在特定情况下会为银发乘客提供贵宾候机室或特别休息区的使用机会。比方说，如果您的航班严重延误几个小时，年长乘客可以向地勤人员反映自己的身体状况和不便，争取被安排到机场贵宾室休息等待。航空公司有时会给长者发放临时的贵宾室通行证，让您在里头坐沙发、喝茶水、用点心，避免在嘈杂拥挤的大厅苦熬。同样地，如果转机时间很长，您也可以主动询问转机柜台是否有长者专用的休息地点。即使没有正式贵宾室让您进入，多数大型机场也设有银发族专区，也就是爱心候机室或行动不便者候机区，提供舒适座椅、热茶热水，有些还配备简易医护设施，如血压计、轮椅、氧气等，确保长者候机时安全无虞。在北京、上海等大机场，您可以找到贴有爱心或轮椅符号的专门候机室。在国外机场，则可以至询问处或请教地勤，他们会指引您到适合的地点休息。如果您候机时感到疲惫或不适，务必让工作人员知道您的需求，他们通常会很乐意引导您前往这些场所休息。不要再自己辛苦撑在拥挤嘈杂的登机口了，善用您的长者身份，让等待也变成一种享受。有位过来人说，体验过几次长者专属的舒适候机区后，再也回不去普通座椅上苦等的滋味了。航空公司当然不会四处张贴公告，说延误可以让老年乘客去 VIP 室，但既然规定允许，条件符合，您提出要求就有机会得到安排。这项贴心福利正是让漫长候机不再难熬的法宝。第6项权益与国际旅行有关。如果您要出国探亲旅游，长途飞行往往中途需要转机，语言不通，机场环境不熟悉，让很多长辈紧张焦虑。不过您知道吗？国际航线的特殊协助与通关便利也是您的权益之一。许多国家和航空公司针对老年旅客都有一套协助流程。举例来说，在出发地办理登机手续时，您可以请地勤在您的定位资讯上注记需要转机协助。如此一来，在转机机场通常会有人员等在下飞机的出口，举着写有您名字或航班的牌子接您。他们可能会开着电瓶车，直接将您从抵达的登机口载到下一班飞机的登机口。
中途还协助您办理过境安检或出入境审查。一些国际大机场如东京、香港、迪拜等转机枢纽对此非常有经验，接待人员可以用简单的英语或手势与您沟通，让您不必担心迷路或误机。如果没有主动接驳人员，您也可以在下飞机后立刻寻找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出示下一段登机证，用比手画脚的方式请求帮忙。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热情地带您找到正确的方向。通关方面，不少国家对老年旅客有特殊照顾，有的机场设有长者专用通道，您可以走贴有轮椅或拐杖标志的快速通关口，无需和年轻人一起大排长龙。像在日本、韩国等地，65岁以上长者常常可以与孕妇、幼儿家庭共用优先通道，节省大量时间和体力。在美国，安检对75岁以上长者提供一定宽松措施，例如鞋子可以不用脱，这些都是默默给长者的便利。还有许多人不知道，如果您的英语不流利，在一些国家的海关检查处其实可以要求免费翻译服务。有时移民官会通过电话找翻译员，或现场可能有义工协助您回答问题，所以语言不是大问题。重点是您要敢于说明自己的需求。航空公司虽然不会主动告诉您这些通关捷径，但其实他们默认长者旅客可以而且应该享有，只要您善用机场提供的各项服务。另外，出国前建议先上机场官网查询特殊旅客服务或老年旅客服务页面，看看转基地或目的地机场对长者有哪些便利措施，做到心中有数。当您用好这项权益后，跨国转机再也不可怕，您甚至可能享受到宛如 VIP 般的礼遇，有人引导，不用久站，迅速通关。出国旅行对银发族来说将变得充满信心与保障。第7项，隐藏权益与吃有关，相信很多长辈朋友都很感兴趣。没错，就是餐食调整与特殊饮食选择。坐过飞机的人都知道，经济舱的机上餐分量有限，口味也比较固定，而且通常偏重油盐糖。对年纪大的乘客来说，太咸太油的餐点并不健康，但航空公司为了照顾各种乘客需求，早就准备了隐藏版菜单。隐藏版的意思是，您不提出需求，它不会主动给，但只要您提前通知，飞机上就能为您准备特殊的餐点。例如，银发族常需要清淡饮食，您可以在起飞24小时以前联络航空公司，要求低钠餐或低盐餐，这样您在飞机上拿到的食物盐分就会大大降低，更符合健康需求。又或者有长者患有糖尿病，可以预定糖尿病餐，少油少糖，饭后附上的甜点也是无糖配方，避免血糖剧烈波动。牙口不好的乘客则可以要求软质餐，航空公司会提供容易咀嚼消化的软软的饭和熟烂的菜肴，吃起来毫不费力。此外，如果您肠胃较敏感，还可以请求清淡饮食餐，也就是所谓低渣饮食，避开刺激性食材。听起来是不是很令人惊喜？航空公司的配餐厨房其实能准备各式各样的特殊餐，包括低脂餐、低乳糖餐、无麸质餐、印度餐、清真餐、纯素餐等等，当然也包含适合老年人的健康餐。唯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提前告知需求，通常在订票时就可以直接勾选特殊餐食类型，或者最晚在起飞前一天透过官网、App 或电话客服备注您的需求。很多长辈不知道有这回事，上了飞机只能勉强吃不太适合自己的餐点。其实只要事先做好功课，您的机上餐也可以吃得营养又安心。更棒的是，这些特殊餐都是免费的，航空公司并不会另外收费或为难乘客，只是他们不会主动提起而已。还有一个小知识，通常特殊餐会比一般餐更早送达，因为空服员要先按照名单找到需要特殊餐的乘客送上。因此，如果您订了养生餐，有时候会发现自己比旁人更早拿到餐点，而且还是符合医生建议的健康菜色，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下次搭飞机，别再委屈自己的胃，记得用好这项隐藏权益，让高空用餐也能符合您的养生之道。最后压轴的第8项隐藏权益，可以说是其他额外贴心服务的大集合。也许您会想，除了前面提到的7项，飞机上还能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福利吗？事实上，
正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服务，往往最能温暖人心，对银发族乘客尤其实用。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在飞机上，长辈常不好意思一直按服务铃，麻烦空服员倒水。其实您完全可以请空服员直接给您一整瓶水放在座位旁边。尤其长途飞行，人体容易脱水，多要水既照顾健康，也方便空服员一次满足您的需要。再来，机舱温度偏冷是常有的事，长者血液循环较慢，更容易觉得冷。这时可以要求多一条毛毯盖在膝盖或肩上。有些航空公司除了毛毯之外，还备有小枕头或毯子衬垫，可以垫在您腰后支撑，减轻长时间坐姿对腰椎的压力。如果您想打个盹，又怕灯光与杂音干扰，不妨索取眼罩和耳塞。有些航班在夜间起飞前会主动发放简易眼罩、耳塞给需要的乘客，即使没有发，您开口要求多半也能获得满足。肚子饿了怎么办？如果觉得一份机上餐吃不饱，其实在餐后可以礼貌地询问空服员还有没有剩余的餐点或面包。只要航班餐食准备充足，其他乘客也都用餐完毕，空服员通常很乐意再给您添点吃的。有些长者喜欢留个纪念，那您更可以利用这隐藏权益飞行纪念品和特别体验。例如，您告诉空服员这趟旅程对您意义重大，可能是结婚纪念旅行或者圆年轻时的梦想。一些航空公司会送您小礼物，如印有公司标志的钥匙圈、航程证书、卡片等。有时候降落后，如果时间允许，空服员还会主动邀请长者到驾驶舱门口看一看，跟机长打声招呼，甚至合影留念，成为难忘的回忆。所有这些贴心服务都是免费的，您不需要额外付费，只要提出一个请求或需求。当然，航空公司通常不会把这些服务名列在机票条款中宣传，否则人人都来讨毛毯和点心，他们也招架不住。但也正因如此，懂得利用的人就能在旅途中获得额外的惊喜。不少空服员都说，其实他们特别愿意照顾银发乘客，因为长者礼貌友善，态度和蔼，只要您开口，他们一定尽力满足您的需要。所谓不会开口的福利就等于自动放弃，千万别不好意思，您只要积极表达需求，换来的将是一路满满的温馨和便利。记住，您的年长者身份其实已经为您争取到了不少隐藏好处，只差您主动伸手去享用。说了这么多，我们再把重点整理一下吧。年过60岁的长者搭飞机，可以运用的隐藏权益包括免费选位，坐得舒服不加价，优先值机安检登机，不必久站久等，行李协助，重物自然有人帮拿，机上医疗照护，让您安心飞行，无顾虑。敬老票价折扣，机票省钱更划算，专属候机休息，转机延误也舒适候机，特殊养生餐点，吃得健康又安心，以及各种额外贴心小服务，让您的旅程处处充满惊喜与温情。这8大特权每一项都能为您的旅行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都是您应得的权利，只是航空公司从不主动张扬。过去我们许多长辈乘客可能一次次错过这些福利，今后可千万别再白白浪费。您每运用一次这些权益，不仅为自己省下一笔钱，增添一份舒适，更是在用行动告诉航空业，请重视银发族的需求，提供更周到友善的服务。相信随着越来越多长者乘客懂得争取权益，航空公司也会更乐意提供贴心服务，形成良性循环。最后，再给所有年长旅客一些贴心建议。除了善用我们今天介绍的8项隐藏权益外，长者出门在外也要提前做好准备，让旅程更加无忧。例如，选择合适的航班时间，尽量挑选白天的航班，避免深夜红眼航班对生理时钟的影响。规划充裕的转机时间，宁可多留1-2个小时，也不要让自己跑着赶下一班飞机。随身携带常用药物和医疗资讯，把您的药品分装在随身行李中，并备好药单或医生处方的影本，以备需要时出示。穿着轻便保暖的衣物，机舱冷气强，准备一件外套或围巾，以免着凉，以及保持与家人朋友的联络。在旅途中确保手机开机，让亲友掌握您的行程安排。如果做好了这些准备，再加上充分利用航空公司提供给长者的种种权益，
相信各位银发族一定能享受一次安全、愉快又省钱的旅途。有人说，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要看它如何对待老年人，在航空服务领域也是如此。每一项为长者设想的贴心安排，都代表着服务品质的提升。而当我们的长辈朋友懂得主动争取自身权益时，整个旅游环境也会随之改善。现在您已经掌握了让自己成为聪明旅客的秘诀，下次出发前，不妨也将这份清单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特别是家中的长辈们，让大家一起受惠。记住，这些权益并不是额外恩赐，而是您凭借人生之力应得的礼遇。当您好好利用它们，您会发现退休后的旅途原来可以如此轻松愉快，物超所值。祝各位长辈以后每一次旅行都平安顺利，笑容满面，不再多花冤枉钱，真正享受飞行的每一刻。